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看样简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一套来自 Marvel Legends 刚刚现货了一段时间的 X 战警97系列里面的双人套组 Wolverine 和 Storm。这两个角色呢，同样是身着 X 战警97系列动画第一季最后决战的这个战衣。在这一次决战的里面啊，金刚狼选择的是他的这个棕狼的这个棕色战衣，非常的经典，也是非常好看。同样的，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升级过的这个秘密战争版的金刚狼，我觉得这款金刚狼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同样的道理，这边穿的比较清凉，同时非常还原经典漫画造型的暴风女也迎来了她原本的这两个披风。这两个披风呢，早在6-7年前，这个暴风女和 Thunderbird 雷鸟。这个双人套里面其实已经出现过，然后同时呢，这个服饰呢也是还原出那一套里面的这个非常清凉，同时很还原原本造型的这个风格。头雕则是一对这个新规的头雕，个人觉得还是不错。两侧呢依旧是这个动画片的剪影。那如果说这边给一个这是有眼部涂装的暴风女的这个头雕，我会觉得更好一些。但是这次还是并没有给大家去做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满足啊。另外一侧是这边的金刚狼的严肃脸，金刚狼配置了头雕，两只头雕呢都是这个愤怒的表情，一个是怒吼，一个是呲牙。我觉得稍微有些可惜，希望能够来一个这个不怒自威的这个抿嘴头，而不是之前的那种平静头雕。那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全部内容物就是这么多，两个主体，每个主体呢都是双头雕的配置，这一点呢跟上一次和大家去介绍的镭射眼和秦格雷最终决战的双人套装的配置是相同的。但是在特效件方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套金刚狼和暴风女，主要是暴风女的配件完全碾压了上一套镭射眼和秦格雷的这个配件量。首先呢，虽然新规的零件并不是特别多，新规了头雕的部分，那其他的这个零件呢，大部分的都已经见过了。你看，首先从这边暴风女的披风可以看起，这个披风里面我们聚焦一下这边有一排小字，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是2020年出品的，也就是说确实是从那个5年前发售的这个双人套里面拿出来的零件进行的复用。当然这也都是孩之宝的老套路啊。那其他的部分呢，这边这个暴风女的发闪电的这个特效件，大家也都见过非常多次了。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个透明感拿捏的非常好，然后通透度也足够，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看的。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在电光人、还有电光女以及 MCU 版的电光人，不是啊，就那个索尼 MCU 的那个电光人啊，都用了这个特效件。这个特效件呢，一开始乍一看呢，好像就是随便去摆在身上的，但实际上它是有这个手部的固定点的，而且这两个特效件呢，并不是铜模，我们简单的找一找，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规则的圆环，这个圆环呢是可以卡在手腕上，无论是男女老少粗细啊这样一个素体，反正就卡在上面。当然，如果你想的话呢，卡在脚上面，那做这种电力悬浮的这个姿态也可以。然后另外一边呢，也同样是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圆环机构在这边。反正呢，你双手拿出来做这种放电的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特效件呢依旧是够用的，还算是不错，放到一边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边看头雕，然后边看这两款人偶的可动。还是从我比较喜欢的暴风女开始看起吧。虽然没有给出有眼珠涂装的头雕，但这两个白眼头雕呢，我觉得都是在这个黑人的里面算是非常精致的面雕，而且同时呢也是还原了这个动画里面偏平面的或者说那种画风的设计语言，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胸腰关节呢属于一段，然后两边的合模线或者说这边的分割线看起来呢稍微有些碍眼，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最大的毛病呢可能还是在于黄色的涂装覆盖在黑色的胶质披风上面。
这个看起来呢就会显得非常的粗糙。红色的点缀宝石的这个涂装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上面这个非常有设计感的泳装，上下分离的这个感觉，中间有一个拉环的这个设计，跟之前的版本呢也是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只是说这一次暴风女的曲线做的过于平坦，这一点呢我不知道官方是怎么想的，可能中间的这个躯干直接是沿用2020年的那个素体也说不定，因为之前最近出的几款暴风女呢，其实都是身材方面都是非常给力的啊。那可动性，腰部呢可动呢，其实这边就比较局限了，前凸前后弯腰啊都是非常的局限。但是做一个浮空的这个超级能力者来说做一些浮空释放能力的姿势，我觉得已经够用了。头雕360的旋转，然后呢抬头和低头的幅度呢都是比较足够的，我觉得 OK。做一些飞翔的姿势也还行，同时呢可以利用这个腰部的旋转做一些这个比较飘逸的这个动作。同时呢，脚步依旧是这样的黑色高跟鞋，接地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好在这款人偶的重心分配非常 OK， 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曲肘，都是做了无孔关节的升级，它算是一版小升级吧。2个新规头雕，其他零件基本上是复用的，然后手臂去做了这个升级，暴风女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专门单收啊。如果你对这个双人套比较感兴趣，同时呢又想收一个比较平价的棕狼的话，我觉得这一套的棕狼还要加上这个暴风女去凑 X 战警系列里面的角色，我觉得完全够用。而且呢，现在的入手价格也就3张出头，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那来到这一款金刚狼狼叔，可以看到这边360的转一圈看一下，身上呢大部分的棕色的涂装采取的是哑光的质感。包括呢手臂上的这个毛发涂装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打印的风格，直接喷印上去，同时呢也做出了一定的模具刻画。身上呢线条各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包括水口都是处理的非常干净。同时呢跟暴风女站在一起，这个很萌的身高差我觉得也是 OK。除了我现在这个机位会显着暴风女 Stone 的头有点大之外，其他各方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这个套装这个身高比例选取的都是非常不错，很 OK 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接着来看狼叔，可动性方面我们就不多把玩了。这一次配的狼爪呢是比较经典的这个97系列细的这个狼爪，相比起这个最近出的几款金刚狼，它这个狼爪的坚韧程度和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高的，很喜欢。然后呢，头雕方面，首先是这颗呐喊的头雕，这颗头雕呢，胡茬点的是比较克制的，但口腔里面做的是真的很精细，做了这样一个嵌套的结构。打开看呢，确实白色和红色应该都是分件，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口腔看起来还是挺深的，非常有立体感，很喜欢这颗头雕。拔掉这颗头雕呢，我们可以看到金刚狼的肉头。这颗肉头呢，依旧是97的动画风格。在这个动画风格下，它的两边的鬃毛或者说两边的头发是很尖尖的，然后再加上一抹小小的刘海，整个表情很愤怒，然后眼神方面涂装都没有任何问题。呲牙的这个表情也是做的非常的生动，个人是很推荐。可动性方面，简单掰一下，头雕、抬头、低头、左右歪头基本上没有幅度，360的旋转当然不在话下。手臂平抬超过90度一点，这一次呢是在棕色的原色上面添加了一些这个肉色的涂装。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甚至都不用涂这个肉色，那直接棕色去过渡，我觉得也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孩之宝有的时候的操作呢确实很迷啊，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肉色呢，其实在镜头面前色差不明显，但实际看的话呢，还是有一定色差的，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吹毛求疵啊。往下部分看，其他的肌肉线条都是非常完整的，腰部旋转，两段的这个弯腰和挺胸，蝴蝶关节都是非常常规的配置。肩膀的
这个三角肌看起来稍微小了一点，如果能够做成这个漫威 VS 爬普空的游戏系列的造型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好一些。其他方面，这个套装我觉得可以说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双人套装，尤其是现在还是在持续价格走低的这个趋势下，如果喜欢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观望一下这个套装，如果喜欢的话呢，反正最近双11也过了，但是后面双12可能也会来，反正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及这个对玩具的喜好程度，再决定是否入手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个套装我给它一个9分的分数，包含了它的目前的售价以及它的配件量，还有它给的这个头雕，我都是非常满意，真心的推荐给喜欢金刚狼和暴风女的玩家们。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